3月9号，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谦接受媒体采访，就今年中国国防费预算安排情况及主要考虑做介绍说明。中国国防费公开透明、合理适度，比上年执行数增长7.2%。此外，吴谦还就台湾问题强调，解放军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坚决打独促统，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钢铁长城。近段时间来，美国会议员接连窜访台湾，美国政府再次批准对台军售。台湾方面表示将向美采购毒刺导弹，持续强化不对称战力。对此，发言人吴谦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任何对台独势力的纵容和支持，都是对台海和平的破坏。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停止武装台湾，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吴谦指出，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动荡的根源。民进党当局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辽阔海天不归何待？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会给台独分裂行径留下一丝一毫空间。解放军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坚决打独促统，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钢铁长城。这进一步彰显了解放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也对外再次彰显了中国大陆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强大的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今年的国防预算相较于去年又出现了新的增长，这预示着未来我们中国大陆将会以更加强大的能力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最紧张的就是台防务部门。7号，台防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直言，自己每天都睡不好，提心吊胆，担忧擦枪走火。他还说，两岸局势一直很紧张，最近有上升，而过一段时间是下降还是上升，预料不到。我们不期望有任何事情发生，我们有考量政治层面，所以不要拿这个不同层次他们看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就完全就军事的观点来做这个说明。不要再讲了，好不好？一讲有今晚更睡更不好了。对于邱国正的担忧，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在两岸关系上采取对抗甚至敌对立场，导致台海安全加速恶化。两岸关系恶化至此，民进党当局中断官方沟通管道，难辞其咎。现在奢言协调沟通，只是令人感受政客的冷感与蛮寒。香港中评社10号发表社评文章认为，邱国正对台海危机发出警讯已不止一次。他的老板如果没从政治面处理好两岸问题，军人就要被迫在第一线承担随时开战的风险。但邱国正的睡不好肯定是短期内无法缓和的，因为根据台防部门最新规划，今年汉光40号计算机兵推演习规划长达8天7夜的攻防对抗推演，明显长于往年的5天4夜，显示民进党当局继续顽固坚持以武谋独的危险路线。这不仅造成邱国正的困扰，更是严重影响了台军基层。台空军近期表示，为强化飞行员夜间作战能力及提升人员战术执行经验，针对各型飞机执行跨子夜实战化飞行训练。但据台湾联合报近期透露，台军飞行员预计将于今年年底迎来近年最大一波退伍潮。台军方官员称，除了疫情后航空公司积极招收人才，近年解放军军机频频巡台，使得台军第一线部队非常辛苦。目前已有飞行员选择提前赔钱退伍的例子，而这将直接影响台军的战备飞行能力。尽管台当局向美国采购了66架 F-16V 战机，将于2025年抵台，但届时台空军很可能面临无人可飞的窘境。从目前的种种态势来看，台军是非常紧张的，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做贼心虚，因为民进党当局始终拒不接受9·2共识，拒不放弃台独党纲，这也使得岛内的军队很多人员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谁而战。
赖清德和萧美琴被称为是所谓的双毒组合。那未来他们一定会去挑动台湾的军队，然后不断的来去进行挑衅，去挑动整个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还有可能会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大。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日前声称，两岸军事现状很紧张，他个人因此睡不好。与此同时，台军今年计划举行的汉光40号计算机兵棋推演大幅延长时间，将进行8天7夜的攻防对抗推演。那您觉得这说明了什么情况呢？说明台当局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谋求以武拒统啊！改变以往汉光兵推的5天4夜模式，增长为8天7夜。首先说明，台湾地区军方在计算机兵推方面的力度在加强，是在谋划应对规模和强度更大的军事对抗。其次呢，今年的汉光40号兵推还纳入了很多新的模拟场景，比如将无人机、无人艇的攻防作战纳入进来。一方面研究对方无人机、无人艇发起攻击时，台军如何进行防御；另一方面，则是台军如何运用无人机、无人艇向对方发起攻击。为此，台防务部门不断搜集世界上已经出现的无人机、无人艇攻防对抗情报，进行经验教训的分析和吸收，以便为己所用啊。此外呢，从台媒所报道的汉光40号计算机兵推情况，还可以看出，台防务部门越来越重视早期预警、侦察监视能力的提升，认为这些是台军进行作战的先决条件。因为在其看来，如果自己耳聋眼瞎，那么就无从进行后续作战吧。然而，不管台当局如何费尽心力抗拒统一，注定都是徒劳的。两岸实现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解放军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坚决打独促统。台独势力试图分裂祖国的一切恶劣行径，终将会被解放军的铁拳所粉碎啊！岛内媒体称，台空军飞行员在今年年底可能出现退役潮，而这将使台空军扩编 F-16战机规模之后，飞行员缺乏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那么，请问一下石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如果不是台当局设置的军用飞机飞行员奖助金制度，台空军飞行员缺乏的问题早就变得很严重了。而到今年底，台空军奖助金制度硬性规定的5年服役合同期呢就到了。台空军自然会有很多飞行员的会退役，这种情况别说台空军即将接收的66架 F-16V 战斗机配不齐飞行员，就连现役的 F-16V 战斗机也难以维持必须的飞行员数量。台空军现役飞行员不安心服役，而是想着赶紧退役。岛内年轻人对参军又没有多大的意愿，表面上看呢是台空军任务越来越重，导致现役飞行员不堪重负而急着退役。并且还把岛内原本想成为战机飞行员的年轻人给吓住了，但实际上透露出来的深层信息是台当局抗拒统一、恶化台海局势的做法不得人心。台空军飞行员的任务为什么越来越重？就是台当局在搞以武拒统嘛，妄图以 F-16V 战斗机作为抗拒两岸统一的主要武器嘛。但是这样做让岛内民众越来越感到担忧，生怕自己的子女加入台军之后沦为台独的炮灰啊！所以呢，现在不仅是台空军招募飞行员困难，台湾地区军队的其他军种同样面临招募人员困难的局面。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台军缺员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啊！